如果我说仅用2卷价值35元的 PLA 耗材就可以打印出这架机长1.85米的大飞机，你会觉得血赚还是不靠谱？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，70块钱我可以吃一份牛杂包，可以跟朋友看一场电影，也可以请全公司喝蜜雪冰城。但是在3D 打印技术的加持下，70块钱就可以完成这架飞行体验堪比副财机的电动螺旋桨航模。那在这里，我先给产品的名字卖个关子，想把仿真机做好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我们不仅要在外观和结构上做取舍，更关键的是机动设计需要符合航模产品的特性，否则用户的飞行体验可能会特别糟糕。毕竟，我们工作室想证明的是，3D 打印航空器会是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，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玩具。本期视频我将会向你展示我们工作室落地一架3D 打印航模的全过程，篇幅可能会有点长，包含我们从立项到设计到调试到试飞成功的全过程。如果你是单纯想欣赏飞行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我们新品发布视频。但是这期视频我先从立项开始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下面这个新品的一些相关技术细节。然后相关资料我已经发群里了，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照例还是先从小黑开始。这飞机机身这么长，机这么小，别这么怪的。它这一架升力会不会不够啊？哎，如果说尺寸打小一点的话，但是虽然说重量下来，但是机也小了，会不会没有那么好飞的？这个我赞同。我打断一下，关于尺寸上，其实我要补充一个建议，就是还是要按照拓足 PS 打印尺寸来打会好一点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产品做出来，然后没有机器人打印的话呢，就有点鸡肋了，对吧？然后刚刚子熙想说什么？对，就是我也注意到我们这个机型市面上其实已经有很多成熟的产品了，然后他们的翼展都是1.2米的，就是我在想能不能直接用他们的这个尺寸来做呢？1.2米吗？太小了吧！先不说好不好打印，按照基础需求做下来，配件这么多，光是配件重量都要去到1公斤了，我不知道还能留着多少重量留着打印。是的，如果设计翼载荷超了的话，气动那边估计又要骂人了。这个气动面不用担心，他们晚一点会给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跟一个相当的一个参数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把它的具体尺寸定下来会好一点，那他们的工作会更好做，对吧？我们先确定一个尺寸。要不就定1.5米吧，等气动那边评估一下，如果行那就这个，不行再改吧。这里需要注意，然后得要留意一下机头发动机是倾斜的。这个管它的，先做出来吧。它这个前速板这里还是要换一个金属座机，不然它这样的话就立着。这里收缩有点严重，还是得让设计那边加强的。不用管那种树枝上东西，这种东西测一下就完了，对吧？拉爆了再说。这个问题干就完了。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妈1.5米我就让你提了是吧？你们来看一下，这飞机做出来都2米了，要我怎么玩？这机身不才1.7米吗？哎，老板，但是气动那边说这个尺寸数据很漂亮哦。不是，那这么大，它车塞得下吗？塞得下的，模块化都做了，刚刚也测过了。那打印重量呢？算过了，打印重量在1.9左右，翼载荷的话可以做到80。那打印呢？这不打都打了吗？对啊，打都打了。是啊，想着打都打了，那就硬着头皮把飞机给飞起来再说吧。但是8月份的南方雨下了2个月，几乎没有停过。那现在就不只是硬着头皮了，毕竟除了头铁，我也想不出那天我们选择雨天首飞的理由。准备。应该吧，也许吧，因为现在试飞的这一架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。怎么说呢？塞斯纳172是我画的第一架，机翼是在机身上方的，相较于塞斯纳而言的话会更短一点，可能就是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强度。相比于塞斯纳来说，它的机身尺寸较大，
意味着它需要更强的结构强度和更大的拉力才能让它顺利起飞。而且怎么把它给安排在一个打印机里面也是一个问题。飞上去之前天天做噩梦，所以大概还是没底吧。这天首飞日，雨很大，我们蹲了一个雨最小的 gap， 打着伞就准备起飞了。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一次试飞会有多么顺利，这么大的飞机，我也是第一次试飞，我的手也会抖，我也会害怕。上一次 SS-37折翼的画面还在我的脑海里，现在飞机还在天上，谁也说不好意外什么时候到来，谁也说不好我们之前的工作是否有错漏。飞机一边在飞，我的焦虑也一直持续不断，直到飞机接地的那一瞬间，雨也停了。理论上，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欢呼，项目并未成功，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疲劳测试、耐久测试、稳定性评估、极限测试，还有设计缺陷排查。我们给自己的产品制定了一套60分钟飞行制度，即一套新的产品需要满足60分钟的飞行时长后，才能投入市场售卖。在最开始，我们的灰色原型机一直很给力，凭借着一己之力，连续飞行了10几个起落，把飞行时长硬是凑到了52分钟。这一切看着都挺顺利的吧？直到事故的原因经过初步的排查和飞控数据回放，大致判断事故原因是飞机在转弯过程中掉动力了。应该是上次试飞的时候伤到电机了，虽然机身没有损坏，但是电机应该是不行了。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上一次试飞的时候就应该处理掉的，但是我们一直放任着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这也最终导致了一起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航空事故。事已至此，工作室全体耗费了2个月的时间，都没能把这架飞机推向市场。这期间，我们不仅是下了血本的研发，而且原型机的折损对工作室的打击也非常大，大家都很低迷。我本以为不顺利的首飞顺利完成，我本以为顺利的飞行测试却在收尾阶段腰斩。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把打印机开起来，管它3七21，干就完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次我猜将会是我们上架之前的最后一趟飞行。那么根据它的飞行记录呢，我们还有最后3分钟的飞行时长要刷，这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已经清空了我的遥控器计时，同时我也带来了我的机组成员们到现场来看它的最后一次飞行。那我将会一边刷时长，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架飞机它的一些飞行体验，看它飞行手感。那我们一样，废话不多，准备起飞。好，准备解锁 ，OK， 上跑道。襟翼检查 ，OK， 放下襟翼一档，有稍许侧风，是有点斜的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起飞，好，走起。好，起飞，侧风，起落架，收，襟翼收，好。那就是刷时长，我就飞航线，不飞特技动作了。OK， 正常收油。降速，好，保持下速度，不要失速了。它的整体飞行还是挺平稳的，像现在天上的话，一共是接近4公斤的飞行重量，所以稳定性自然不用多说。升力的话也挺够的，像现在的话，我松杆它可以自由平飞，像我是已经打好微调的。那这时候推油，我们上高度，顶着风，
逆风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，现在像这个边它是一个进入顺风边，一定要注意不要失速了。好的，我们慢慢来体验飞行。1分钟。好，时间进入1分钟。收油，下高度，顶一下风，现在是逆风边。好，进入顺风。OK， 下来，稳住，不要飞太低。2分钟。最后1分钟 ，hold 住，最后1分钟。好，风开始减小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时间到，准备降落，起落架，放，襟翼，放，进入下降航线。起风了，转回来，下高度，准备降落。没有问题。好，复飞。哦，复飞，复飞。风突然起风了，突然起风了，只能复飞了。这个风很大，有点紧张。好，现在是顺风边，准备进逆风。好，收油，顶着油，顶着油，不要掉速度。好，下高度。好，降落。Nice， 好，成了。成了，nice。收工。那么项目发展到这儿，关于这架飞机的大部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其实这期间还有非常多有趣好玩的故事，涉及篇幅，我想留到以后我再分享。不过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名字应该怎么起。我知道，这架飞机我们确实有一个参考原型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版权申请邮件一直未被回复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用那个名字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好了这架飞机的名字了。回顾我们过往的研发经历、试飞经历，其实一直都挺草台班子的。我不敢说我们有多少飞行器设计经验，毕竟是个初创公司，但是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我们一路上对待各种问题的态度都是不管3721，干就完了。3721，那么这架飞机的名字就叫 PLT37吧。
管他3+1，干就完了。最后，视频中的同款飞机已经上架到了我们官方网站，感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下单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是3D 打印航模的新手，也欢迎去我们的视频主页看看我们的往期视频，会有非常多的干货，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么视频制作不易，最后还请大家务必一键3连支持我们一下。那么这里是科技小工作室，精彩内容让我们下期再见。